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在越南女朋友犯贱，现在待了差不多1个星期了。我感觉她现在对我越来越好了，比之前的话对我现在好了很多。所以我感觉这次这个事情应该能成。我现在的把握也越来越大了。如果我不走，一直在这里待下去的话，我感觉成功的可能性也大，基本上应该能成功。我感觉没有多少问题了。现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感觉他对我没有那么好。最近我感觉他最近这2天对我越来越好了。包括他妈妈对我也比之前的话也好了很多。他妈妈对我的态度，也有很大的转变。刚开始我在这里，刚开始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听他说他妈妈对我不是很满意哦。反正就这样的。然后昨天的话，他亲戚叫我去给他家洗碗嘛。他亲戚就是他舅舅家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表弟，还有他表弟的媳妇儿。昨天让我去帮他们洗碗，然后这个事情昨天他也生气了。他昨天跟他妈妈也在那说呢，他妈妈在那笑呢。然后他昨天就很生气嘛，他嫌他亲戚让我去帮他们洗碗。他亲戚过来叫我帮他洗碗的时候，我有点不好意思拒绝。哎呀，我这人脸皮比较薄，有的时候我这人不太好意思拒绝。所以我就去了。因为他家饭店跟他亲戚饭店是隔壁，是2邻居在一起挨着呢，所以他亲戚就叫我过去呢。当时我又不好意思拒绝。后来我就过去了。他亲戚又给我做了一碗粉，做了一碗米粉，他让我吃呢。吃完米粉以后，他就说让我帮他洗一下。后来我就帮他亲戚洗了一下碗，然后然后他在那边他就看到了。他看到以后，他过来，然后他就跑过来，他悄悄的跟我说，他说你随便洗一下就行了，然后你就走。我说好的。然后我大概洗的有半个多小时吧。后来我又去洗了有1个小时吧，反正可能比他亲戚洗的有1、2个小时吧。后来我就走了。嗯，然后后来到晚上的吃饭的时候，晚上我买了一条鱼嘛。下午出去买菜的时候，我花了20多块买一条鱼。然后他买其他菜的时候，他没让我付钱。还有，他家饭店买那个猪肉，他没让我付钱。我就只付了20多块那小鱼。后来把鱼做好以后，自然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给他妈妈说，他说他说他亲戚不好，叫我去洗碗，嫌把我累着了，然后就这样的。然后说了以后，他又给我说呢，他说他亲戚有手有脚的，你不要帮他那么多。他说他亲戚有孩子，带孩子不容易，有的时候没时间洗，你可以帮一点点，但是你不要帮太多。然后他就这样说的。他说你看吧，他亲戚那些爸爸还有那些他们家人啊，还有他的妹妹，然后他说他们家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洗了，你就不要帮了，你就赶紧走。然后他就那样说的。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太辛苦了，让我不要太累了。然后他这样说的。我说我当时不好意思拒绝。他说那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人家叫你洗你就去洗。然后就是他把我说了一顿。嗯，然后他就是说不要让我不要那么累啊，不要那么辛苦。然后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他妈妈在我旁边坐着呢，然后他妈妈一直看着我笑呢。他妈妈就是意思，他对我挺关心的。然后不让我给他亲戚帮忙。然后昨天这个事情的话，我觉得他还是挺关心我的啊，还是挺心疼我的。总体来说，对我还是挺不错的，越来越好。再一个就是昨天下午出去买菜啊，他也没有让我花太多的钱，就花了20多块钱。还有就是跟他在一起，基本上也没有花太多的钱啊。我
我跟他从认识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啊。我来这里应该有不止1个礼拜了啊。反正我也没算我来这里多少钱了，应该不止1个礼拜了。我自己住宿、吃饭，还有我自己花的，包括跟他出去吃饭，乱七八糟花的，我算了一下，总共花了应该有个1000多块钱吧，1500块钱，差不多有10天了吧。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没花多少钱，他也没让我买衣服，也没让我买黄金，也没让我买项链，没让我买戒指，啥都没让买。说实话，跟他在一块的话，基本上没花什么钱。他的这个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还可以。他自己有挣钱能力，他自己做生意，每天也都在挣钱，不像跟其他女的，张口闭口就是要钱，天天就是要钱，然后就是让买东西，还反正跟他在一块的话，我觉得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因为他自己经济独立，我觉得这样的话，我的负担就能小一点，我的经济压力就会小一点。像之前在老挝在越南谈的其他一些女朋友，她们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啊，她们经济没有独立，每天的话就是不断的让请吃饭，让买东西，问要钱，让花钱，每天那个开销很大，经济压力很大。像跟他在一块的话，我感觉没有太大的这个经济压力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再一个就是昨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，他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宾馆80块钱一天，他说这个宾馆太贵了，是让我不要在这里住了。他说我住的这里这么贵，太费钱了，然后就这样，他说他帮我找一个便宜的宾馆，然后就这样的。后来他昨天晚上又骑着摩托车带我去找宾馆嘛，然后问了几家，找了几家，他找了一个便宜的房间，只有10万越南盾，大概也就是30块人民币一个房间，是个单间。但是那个宾馆的话没有卫生间啊，没有独立卫生间，就只有一个房间，卫生间的话是在外面的，但是那个比较便宜，30块还便宜。他说你就光睡个觉，你没必要住那么好，也没必要住那么贵。他说这个30的这个就可以了，你天天在这里住呢，你住这个30的便宜，让我不要太浪费钱。然后我今天的话把这个酒店的话就准备退掉了，这个酒店80块我就不住了，准备去搬到那边那个30块钱的那个房间去了。我给大家录完这个视频，我就准备搬过去了。昨天通过这2个事情，一个就是帮我找便宜房间这个事情，再一个就是他亲戚让我洗碗，他生气的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他对我还是可以的，我感觉还是可以的。这个他妈妈这2天还买了那个中国的调料，豆腐乳，还有那老干妈那个辣椒，他买的那个调料回来，给我吃米饭的。我觉得通过这几件事情，我感觉应该还是有希望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反正我觉得希望越来越大。好，今天这视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，然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